牙齿矫正真的可以让外貌从哥布林蜕变成精灵吗？只要有人拿明星早期出道和后来的照片比较，就会有人说他去削骨了吧，鼻子动过了吧。像韩国男神南柱赫，学生的时期明明嘴巴就突突的，嘴唇也比较厚，下颚线条也不明显，可是在他牙齿矫正之后，整个侧脸突然变得很利落，下颚线也跑出来了，嘴唇位置也变正常了，直接变成了国民男朋友。而在台湾，最近也很多人提到台语歌后孙淑媚。你如果看她以前的照片时会吓一跳，怎么现在整个人脱胎换骨，脸型变得又小又精致，下巴的线条还超美。你好，欢迎回到元气医生频道，我是马永昌医师。今天我们要讨论牙齿矫正到底能不能让颜值逆袭。我们会透过4种脸型分析，让你了解自己是哪一型。资讯量很大，请大家务必认真看完。很多人心里都有这个疑问，为什么在东亚族群里，嘴凸、下巴后缩、脸型缺乏高级感，好像是很普遍的状况？这件事情不能只是简单讲成亚洲人本来就长这样。事实上，现代的人类，包括许多白人和其他族裔在内，颅颜发育不良的情形是很常见的。根据史丹福大学的隐形流行病学研究，在拥挤的城市里长大的人，从小呼吸着污染的空气，鼻子常常不通，嘴巴都开开的。他们很少吃原形的食物，这些原因让我们的鼻子和口腔肌肉几乎废掉了。用进废退，造就了现代孩童颅颜骨骼发育不良，形成你所看到的龅牙、乱牙与小下巴。你怎么呼吸和你怎么咀嚼，就在你的脸上留下了证据。如果你对这个议题很有兴趣，你可以看这一支影片。你如果对这样的说法感到很怀疑，你可以从这张东南亚同胞反击韩国人脸型的照片就可以窥见一二。这位女子有着严重的口呼吸，从她的脸型轮廓可以看到，她的侧脸很平，几乎没有向前生长。她有略微拉长的中脸和后缩的下巴，这些都是口呼吸所表现的脸型特征。记住这张脸，这是等一下我们会分析到的4种脸型之一。在我们开始前，你需要先知道自己的脸型是属于哪一种。请大家按照以下的指示，用手机自拍一张侧脸。你可以先找一个墙壁，背部轻靠着，颈椎挺直，头的重心放在身体的中轴线，而不是肩膀之前。确认好头部位置后，视线自然直视前方，并将下巴收起来。接下来，我们要引用到美国牙齿矫正大师 Dr. McNamara 的观点，结合了现代医学对亚洲嘴凸的诊断逻辑，将常见的亚洲人脸型分为4型。第一型是下颚后缩型，这一型非常常见，也就是牙医常在说的骨性 Class 2。用白话说，你不是上颚太凸，而是下颚太后缩，通常合并着深咬的状况，视觉上会让嘴巴显得更凸。就像河狸明明不是龅牙，而是小下巴，但视觉上就是给人一种嘴凸加龅牙感。因为这种视觉上的错觉，他们容易沦为拔牙矫正的苦主。我们在之前的影片有说过，拔牙矫正是魔术师的伪装策略。对这一型的人来说，你有很高的机会在牙齿矫正做完后会开始打呼。如果你对拔牙矫正的主题有兴趣，你可以看这一集影片。如果上下骨骼比例落差过大，就会需要考虑正颚手术，将下颚拉出来，才能够换来利落的侧脸与健康的呼吸道。这一型颜值逆袭潜力很大，只要解决深咬，拉出下颚线，就能从哥布林转变为利落的精灵脸。第2型是长脸型，医学上称为 high angle。这类型的嘴凸往往是视觉错觉，本质是下颚骨顺时针向后下方旋转，导致垂直向过度发育。刚刚那位韩国古代女生就是属于这一型。长脸的原因是因为下巴往下方旋转生长，所以长脸常伴随着习惯性口呼吸与开咬。开咬的意思是，当你把上下排牙齿咬在一起的时候，前排的门牙碰不到彼此，你没有办法用门牙把面条给咬断，就像绿恶魔面具那样。这是因为你的下巴后旋，嘴唇在静止的时候常常闭唇不全，就会显得嘴巴鼓鼓的，缺乏精致感。这一型的人成功治疗后，脸型会在视觉上变短，加上你同时改善了闭唇不全之后，原本显得老态的脸部神情会变得比较有朝气跟精致感。第3型双颚后缩型，魔戒系列电影持有魔戒的咕噜是发育不良最为严重的一群。从侧脸看，咕噜的上颚跟下颚其实都长不出来，整个脸型骨架地基都非常的弱小。咕噜的中脸很平，甚至微微的凹陷，它的鼻基底支撑不足，下巴也很小，常有严重的黑眼圈和法令纹。这一型的人因为中脸凹陷，加上上下颚实在太小，嘴唇就会显得很突兀。这其实是假性嘴凸，而不是真的嘴凸或龅牙。
这种极度发育不良的脸型几乎都有着极度狭窄的呼吸道，为了顺利呼吸，常会不自觉的要把脖子往前伸，变成乌龟颈和弯腰驼背的样子。因为他们只有这样的姿势才能够延伸打开狭窄的呼吸道。他可能很年轻的时候就会打呼，而且很早就出现了白天疲倦或睡不好的症状。如果你对这个题目有兴趣的人，可以看这一支影片。很多亚洲女性都是这一型，她们看起来很瘦小 ，BMI 很低，而且有严重失眠与隐形的呼吸中止症。隐形的呼吸中止症是指她们不会打呼，但一直睡不好，长期需要依赖安眠药。如果你是属于这一型，赶紧去照一张呼吸道电脑断层。针对这种上下脸都极度后缩的状况，我们的治疗核心是尽可能增加脸部骨架支撑。它的美感效果来自于饱满且立体的骨相脸，它改善了你的鼻唇角，让脸型从平面变立体。扩张带来的生物性适应，对皮肤和肌肉的支撑力反而比较好。最后是中脸发育不足型，这一型的人从正面看起来是歪脸，侧脸看起来像是弯月，他们容易被误认为是护斗，但大部分的情况是假性护斗。这一型的人从小长鼻塞，被迫只能用嘴巴呼吸，他们的舌头会长期处于低舌位，没办法正常贴紧上颚做支撑，这会造成他们的上颚骨在发育的时候因为缺乏支撑而发育不良。中脸发育不足的人常会有以下3个明显特征：第一，塌鼻子与黑眼圈，这类的人通常会伴随严重的鼻塞跟血液循环不良，除了导致鼻翼看起来特别的塌陷，还会有非常深的黑眼圈。如果单纯只是觉得自己鼻子塌就去隆鼻，效果往往不会很自然，因为中脸发育不足的人，鼻翼两侧的地基是凹陷进去的，视觉上就会失去了最重要的立体光影感。第二，悲伤的眼神，这一型的人往往给人一种看起来很累、很低能量的感觉，这是因为你的下眼眶骨发育不良而后缩，会撑不住眼下的软组织，因此你的泪沟、黑眼圈和苹果肌下垂就会提前来敲门，你的下眼皮会往下掉，导致眼白露出比较多，连带形成眼角也会跟着下垂，形成一种悲伤的眼神与苦命脸。第三，瘪嘴与老态感，高级脸的侧脸线条其中一个要件就是必须要有紧致的张力，关键在于脸部高光区的鼻唇角。大家看志玲姐姐这张侧脸照，高级感的脸在拍照时，颧骨、鼻尖、下巴会有漂亮的高光，但月亮型的脸因为中脸凹陷，光线照过来的时候，脸部中段会呈现一大片的阴影区，这会让你的脸看起来扁平，甚至视觉上是歪斜的，你的高级感被错误的光影给没收了。第四型的人因为上颚骨后缩，上嘴唇缺乏支撑，会内凹显得薄，产生一种瘪嘴的感觉，这会让人联想到牙齿脱落的老人家，产生了一种未老先衰的视觉感。你的嘴唇就会像一件失去衣架支撑的衣服，自然也就跟高级感无缘了。听到这里，我要给你一个非常重要，也是很多人会忽略的医学观念。每个人脸型的成因都不一样，所以绝对没有你长这样就一定是做这种治疗的万用公式。牙齿矫正不是万能的魔法，你不能单靠矫正就幻想可以100%改变整张脸。有些人可能需要合并其他疗程才能达到完美状态。那要怎么知道自己到底适合什么疗程呢？最关键的是一定要给专业的医师评估，检查内容可能包含电脑断层扫描以及口腔扫描。有了这些数据，才能为你量身打造出一个不会影响健康跟呼吸道的专属疗程。在了解4种脸型后，你是否有发现自己的脸型特征其实背后隐藏着呼吸与骨骼发育的危机呢？想要升级颜值，追求的是3D 的改变，这远远不只是把牙齿排整齐，你还会需要有骨骼、肌肉与呼吸来与你的微笑画框和谐的配合。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请有兴趣的朋友按下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我是马永昌医师，我们下支影片见，拜拜。